看来日本已经决意武力干预台海，阻止中国实现两岸统一。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日本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危险阻力。日本读卖新闻17日披露了日本政府2021年防卫白皮书草案的部分内容。称草案特意设置了中美关系的卷首特辑，渲染中国威胁。据了解，日本政府将在7月份的阁僚会议当中审议白皮书草案。此前已有日媒爆出，2021年防卫白皮书将首次明确写入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我国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等内容。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指责中国海警船对钓鱼岛的巡航违反国际法，并声称中国的海警法从国际法的整合观点来看存在问题。有人说这是做给美国看的，其实不然。我看这是日本比美国还要心急，还要更加关注，还要更加主动。最近2个月，随着拜登的上台，日本在呼应美国武力介入台海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首相菅义伟最近2个月来的表现是频繁地提及台海问题，仿佛台湾问题就是日本自己的事务。无论是在美日印澳4国准联盟的对话会议上，还是单独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上、会晤上，都不忘提及台海问题。5月11日，菅义伟与越南国家主席举行电话会谈，对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海警法表达了严重关切和反对。5月12号，菅义伟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举行了电话会谈。30分钟以后，他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举行电话会谈。根据日媒爆料，菅义伟直接表示了对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以及南海、东海的关切。对日本来说，菅义伟的上述举动有点非同寻常。日本方面最嚣张的是他的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20号，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再次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红线。他声称，台湾的情况也要积极地视为我们的问题，把台湾问题当作日本自己的问题，这是日本政府最明确、最嚣张、最直接对中国最为赤裸裸的挑战了。而此前，这个岸信夫主动向美方提出，美国一旦武力介入台海时，日本自卫队如何配合美军行动的问题。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的举动大背景是美日两国已经预判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所以最近他们表现得非常活跃，说白了就是发急了的表现，让日本的对华政策老底昭然若揭。于是要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一边，和美国一道，落实菅义伟与拜登达成的一致意见。菅义伟4月份访问美国的时候，16日在和美国的总统拜登会晤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记者会上，他声称日本和美国都就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在此次会谈上重申了这一点。可见这个问题并不是会谈才提及，而在会谈之前，美日两国就已经进行了深度的交流。日美两国达成的这个一致，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外界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根本的点位就是全力的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相互配合介入台海事务。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试图联合周边的国家组成对华包围圈、对华孤立圈、对华威慑圈。3个方面就是要把干涉中国内政的范围扩大到新疆、香港等地方，拓展到人权公示的方面，尽最大化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有人说，日本这是在落实美国的旨意，是美国胁迫的。但我的看法是，日本比美国还要惧怕中国实现两岸统一，他们阻挠统一行动的愿望比美国还要更加紧迫。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日本的大国野心梦依然留存，一旦中国实现两岸统一，
日本在亚洲就会真正的沦为二流国家，它的影响力和威慑力就会大大的降低。而另一方面，日本对台湾依然是情感依旧打个引号的，一些右翼的日本政客依然对台湾留存野心，他们梦想哪一天能够和美国一道把中国搞崩溃了，然后就可以再次把台湾纳入日本的管辖之下。所以日本才会把干涉中国内政扩大到香港和新疆方面。再一方面，日本把台湾海峡视为它的命脉通道，非常担心两岸统一之后，中国就可以全面控制台湾海峡乃至台湾岛东面的海域。因此，我们解决两岸统一必须优先考虑日本的积极介入，甚至日本还会说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一道介入。我们必须制定万全之策才行。不过我可以说一句，日本的图谋不会得逞，真敢武力介入的话，日本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大和民族的存亡问题。中国到时候会新战老战一块帅的。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